乔晶晶同学都这么帅，他们高中颜值是不是要逆天啊？小哥哥来娱乐圈啊，这颜值完全不带怕的，智商这么高，游戏又棒，粉丝说不定比乔晶晶还多。我不服，我不信。晶晶啊，你同学不错啊，智商颜值都有保证，对后代好啊！快谈恋爱吧，一起打打游戏，别做单身狗了。你吐槽人家老了，可你也不想想你是他同学，年纪一样啊，人家没给你怼回去，脾气挺好的啊。诸葛亮简直太帅了啊！火焰勇斗好帅啊！我不是乔晶晶的粉丝，但是我宣布我被他同学圈粉了。航天设计师又在上海，那应该是宇航研究院的吧？我有个同学就在那，我去打听一下了。想办法把这个热搜撤下来，要快！各种营销号媒体都打招呼，不要提于老师，已经提到的都删掉。我们没刷呀，这是自然上的。我知道，总之不管什么办法，快点撤掉，我不想于途被过分关注。为什么？你都拉他上台了？我不知道他还要回去搞科研，娱乐圈这么嘈杂会干扰他，而且在研究所也不能这么高调。明白了，立刻去弄。哎，于老师要回研究所，没跟你说呀？今天好晃怎么没来啊？他有时口无遮拦，我考虑了下，还是不让他知道你是谁比较好。刚才你在台上说你的职业是航天设计师，你已经考虑好了，打算回研究所了？是的。什么时候决定的？去西安的时候。好。那什么时候去上班呢？明天。这么快啊？晶晶，我可能不能送你生日礼物了。我以后没有时间再玩游戏了，所以，我大概永远不能送你5连绝世了。我在前面地铁站下车吧，这里回去很方便。英姐说一起吃夜宵庆祝一下。我就不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
再见。廷琛，廷琛，别走啊！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晶晶，你属于耀眼的世界，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。王博士，我梦过星光前一宿，白色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了。抚琴手肩头，我看过流年与伤口，总会有人奔赴这天长地久。繁华路口，阑珊灯火下，蓦然回首，爱过你，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，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。晶晶，你属于耀眼的世界，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。奔赴这天长地久，繁华路口，阑珊灯火下，蓦然回首，爱过你，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，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。时间不停留，记着遗憾珍藏的野舟，风经过高楼，已无人等候。我
会通向星空尽头。蓦然回首，我在那一条星河漂流，遥望着那一颗星是你的眼眸，触不可及，璀璨难自由。光阴不挽留，好像时过境迁的春秋，风轻松自由，我倾听岁月温柔。哎，你在泉水挂什么机呀？我去，不是我刚不是死了吗？然后我就切出去了，看了一眼微信，于途背着咱们哥几个悄悄干了件大事儿啊，整个大学群都炸了。呵，什么情况？他去打王者荣耀的比赛了啊，还是跟乔晶晶在一块儿啊！对吧？应该的。哥几个在群里说话不方便啊，我建了个小群，你们听一听那个乔晶晶的声音，耳熟不耳熟？我给于途打电话了，他一直没接，要不一会儿再打吧？别打了，明天有情况。快点，点水晶，点水晶。回来了。哎，你居然跟乔晶晶去打王者荣耀比赛去了，怎么回事？而且我听这声音越听越耳熟啊。这难道是大街上随处可见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对吧？应该的。再讲到了。于途，你来办离职手续啊？回来上班。真假的啊？你不走啊？我得告诉小胡他们，我们这顶级劳动力又回来了。于途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哎呀，我怎么说你也不听啊！老胡一个电话，西安去了，也肯回来了。我是你的老师，还是他是你的老师啊？跟胡总没关系，在西安，我自己想清楚了。
老胡说，你延长了假期，难道不是因为还有疑虑？不是，当时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。坐坐坐。玉朵，上次我跟你说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后来呢，我仔细想过，你们面对的环境和我们那会儿不一样。我们那会儿是难，但是哪行哪业不难呀？大家都一样，反而心里没有落差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年轻人生活成本高了，行业之间的差距大了，这心里怎么能不变呢？我那天对你说的话有点脱离实际，在这点上呢，我今天要向你道歉。老师，但是啊，如果人回来了，这心里还有怀疑和犹豫，反而什么都做不好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我会全力以赴。好，那就好啊。我们航天队伍啊，越来越年轻了。哦，前几年啊，北京那边还有一个35岁就当上了总师的。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哦，关在怎么突然病了？不要紧吧？他说没什么事儿，叮嘱我让同事们别去看他。这个人呢，就是这个脾气。不过他的工作，你们要多担着点儿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哦，对了，那天那个女孩子，我听我太太说是个明星。这姑娘不错呀，讲话呢还有点道理。你的终身大事也该考虑一下了。我看她不错，你应该积极一点。老师，我凭什么呀？凭你的本事啊！哎，我真是看不懂了，你一个堂堂的未来总师，名校毕业，怎么就配不上一个女明星啊？就是因为钱？这样说吧，就算你年薪100万1000万，恐怕你也没有人家挣得多。我们航天是最浪漫的职业，这个你还不明白吗？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东西呀？去吧去吧，看见你我就来气。回来，我真给你气糊涂了。巡视器的改进工作已经完成，我正好有事儿要去总装，顺道呢，和你们一块儿过去看看。张院士，张院士，你走。出发吧。玉层，你真的不走吗？真的。
张院士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有点别的事情。另外，这次巡视器的状态确认工作，他们总体的主任设计师在其他的型号上有任务，关在又忽然病了，我们安排由于途牵头来完成。卢工，有些日子没见了，于工，给他放了个假，现在得抓紧干活了啊！那我们开始吧。好。之前你们测试的文件和数据都准备好了吧？都准备好了，我给大家发一下。你看，就是这个点。没有问题。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巡视器。今天啊，咱们效率还挺高的，1天就确认完了。哎呀，辛苦你们了，陪我们加班到现在。嗨，这都是家常便饭。明天10点前可以送到星表模拟实验室吧？明天可以。来，麻烦你们了。哎，慢走啊，慢点。不知不觉又11点了，这明天又是一天体力活。全当减肥吧你。于途，你还不走啊？啊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收拾下东西。早点休息啊。走。来，我们开个简短的班前会。今天的实验项目主要是做速度能力、转弯能力的实验，还有极限移动能力的实验。把这些事儿商量一下。模拟土壤状态正常，符合实验条件。开始做直线移动实验。平地运行工况仪第1次正常完成。平地运行工况仪第2次正常完成。
说起来做实验也是枯燥啊。我宁可枯燥，可别给我什么刺激了，我可不想归零。平地运行工况3第5次，正常完成。下面准备卡波测试。爬坡实验条件已具备，实验开始。停！怎么卡顿了？我这边遥测也显示异常。遥测数据怎么这么乱？我们复现一次，把上一个工况再做一遍。停！各位，我看了一下验收时爬坡的测试数据，当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每个人呢，对自己的单机状态进行确认。通信系统确认没有问题，通过遥测发现上行指令皆已收到。综合电子也确认没有问题，已经正确的把指令发送给了移动装置。移动这边也应该没有问题，平地直线和转弯的实验都做了1整天了，也没有出现卡顿的问题啊。把你们今天的测试结果报告和图纸拿来看看。大家再努力一下，仔细的核查一遍。大家今天先休息。明天清醒一点，我们再讨论。希望明天把问题都找出来了，要不然我女朋友生日就泡汤了。哎，宇博，你不走啊？我叫李业进，晚一点再走。行吧，注意身体啊。今天要见大家嘛，所以想打扮的甜一点，这样可以方便卖萌。你最萌了，最可爱了。今天啊，我们给晶晶准备了一份神秘的礼物。可是我收礼物是有原则的呀。知道，我们晶晶是不希望大家花钱。那想先问一下晶晶啊，今天生日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吗？我还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，但是我相信大家送我的礼物一定都是很特别的，都要拿上来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很重，拿不动吧。月底生日，想要什么礼物？那我不会客气哦。别客气。你送我一个5连爵士吧，打到现在我还没5连过，不过是要你送我的，不是他们送我的，所以你不用模仿他们的打法。因为我更喜欢和你打配合。
昨晚我查看了一下各分系统的详细设计报告和图纸，赵博，平地行驶电流和爬坡行驶电流差多少？5倍吧。问题应该是在这儿，所以现在最怀疑的是电磁干扰的问题。这是一条电机的供电线，假设供电电流是 I， 这是电机霍尔传感器的回线，这两个线之间的距离，在设计建造规范中是1.6毫米。我们的设计刚好是1.6毫米，没有任何的余量。当电机的电流超过设定值时，不能排除电机霍尔传感器会受到干扰。的确不能排除这个可能。那咱们怎么复现一下？可以通过车轮加载试验来验证这个问题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波形及遥测信号。车轮行进速度不稳定，同时电机霍尔传感器出现异常毛刺。现在电机是 PWM 控制状态，展波频率90几十 K。刚才看了一下，挂砝码时电流能达到1安多。电机霍尔传感器和电机的3象限的确离得太近了，所以会把电机霍尔传感器干扰出这么多毛刺。那下一步就是把信号线和电机线分2个方向走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波形及遥测信号。车轮正常，电机霍尔传感器波形正常。就是它了，准备上坡测试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遥测信号。车轮行驶方向正常。看来找对原因了，大家辛苦啊，多试几次，确保没问题。好嘞。张工，早点下班吧。啊？不是你女朋友生日吗？行，大家辛苦啊，我明天多加会儿啊。这次问题虽然不大，但处理的沉着冷静、高效，是一个优秀的苗子。还可以吧，还需要磨练。赶紧快！张远，不错。同志们，这次我们的巡视器是和北京合作研发的，发现问题要和北京及时沟通透彻。下个月就要进行外场试验了。本来是由关在带队，但他现在去不了。这段时间，于陀，你把他们的工作先接一部分过来。还有1号预研工作，你先抓起来。后续工作怎么安排，我们再考虑一下。明白。于陀，你过来。关在下个月都回不来，他到底什么情况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主要是关在不希望大家为他担心，但这事儿早晚得说。他后天手术。手术？小沈，张远，坐。不行吗？哎，坐吧。
坐吧，坐吧。王医生，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。谢谢，谢谢。不用谢，这个是我们的工作。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？要等麻醉效力过来以后，等病人苏醒了就可以出来了。病人家属啊，最好2天以后再来看，让病人得到充分的休息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我们等见到人就回去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夫。我去给他买点水。关仔，哥，工况12号第6次试验完成。可以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今天怎么都没说几句话？心情不好。因为老关。我们先把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好，别让他生着病，还挂着心。你说老关这一病，这1号预言技术的负责人会不会换人啊？来了，郭哥刚睡。醒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关主呢？买东西去了。喝点水吧。一口就够了。那天我看你跟胡所长、袁氏一起来的，你是不是已经回所里上班了？不离职了？不了。是为了我吗？
脸别这么大。哦，对了，我电脑里关于1号的修改方案你看了吗？有什么想法？去西安前，你就把方案发给我了。这么肯定我会回来？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当是芳心错付了呗。看了，有几处修改是可行的，不影响整体。不过原来我们有很多被认为好高骛远的地方，我想证明是可实现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其实你是最固执的那一个，我支持你。但我现在生病了，情况不好说。技术负责人我是做不了了。你现在要资历不足，也担当不了。我考虑过，最有可能接受你工作的是童博。童博人好，专业水平高。就这个事儿，我跟他交流过。这没别人，我说的直接一点。我觉得他的思路过于保守，缺乏前瞻性。几年以后做出来，在国际上可能不具优势。我和大梦还有小胡都讨论过，大家更想坚持现在的方案。我们几个呢，资历比较浅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老师挂帅。不过这个方案肯定要真正的得到他的认可。童博这边呢，型号发射还有1个多月，等把卫星移交给西安测控，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。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会再次迭代，争取说服老师。行啊，你才回来几天呀？方方面面想得这么周到，尽力争取，服从安排。少喊口号啊！给1号取个名字吧。取名？没必要吧？别老1号1号了，你取一个。我取。你取。在茫茫宇宙中，寻找地球和人类起源的真相。在无穷无尽中，寻找另一神迹存在的可能性，证明人类不孤单，是他的使命。就叫搜神吧。好，1号医院少来，1号。搜神号还有其他的工作，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你们平时也是这种配合的吧？他打中粮，你打守约。其实不是的，他是任何位置都能打，任何英雄都可以，所以一直都是他在教我。
这大晚上的把我约出来，又是为了于途啊？哎呀，群里的视频我看过了，我们大学几个闺蜜一聚会，你哪次不是旁敲侧击的把话题引到于途身上说几句啊？是吗？你说他幼稚、自私、理想主义者，你从来都不后悔跟他分手，有那么意难平吗？我说错了吗？他不自私，放弃几倍的高薪去做什么航天梦？那会儿如果不分手，我们还在一起，难道要我一个人来养家啊？现在房子什么价格？北京什么开销？孩子好的教育1年要多少钱？这些都推给另一半承担，凭什么呀？人各有志，而且最主要的是呢，你跟于途，你俩都属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一旦遇到矛盾，绝对不会为对方妥协。分了挺干净。哎，你俩都分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没谈过恋爱，心心念念的还去管别人的新恋情，人家跟你分手了，还得给你守身如玉啊。他当然能谈了，只是不能跟乔晶晶。下面我们欢迎全国数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高3、5班的于途同学上台发言，有请。我可听说，乔晶晶很喜欢他。你说好像什么大新闻似的，喜欢于途的女生不都是去了？你说于途会不会喜欢乔晶晶啊？她长得那么漂亮。我觉得应该会吧。所以，你很介意他？大可不必。他高中的时候成绩一般，还向于途表白过，被于途拒绝了。于途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。现在，我只能说名利是个好东西。我要去趟上海。喂，于途，夏晴来上海了，说要补上次那顿，请大家吃饭，让我喊你。今晚或者明晚都行。我没时间，帮我推了吧。那行，我就问问你，你不去也好，免得取名那个贱人又犯贱。于途，乔小姐是谁呀？当然是金晶。自从你上班之后啊，
早出晚归的，见你一面，比10连胜还难。严谨一点，单排10连胜。你厉害。哎呀，你也不带我玩了，游戏也不上了。夏晴来上海约我喝酒，什么意思？你明白吧？心里有点数吧？明天周末了，你要是有空了，没时间，也没必要。行吧。少吃点啊。于途挺忙的，你知道他们航天吗？加班是家常便饭，真没时间去市区。他这荒郊野外的，来回得3小时。你把他单位地址给我一下。哇塞，势在必得呀！翟亮说你在加班，有空喝杯茶吗？关于外场的安排啊，就说到这里。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好，那就散会。今天是个周末，大家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。啊。我在你单位旁边的咖啡馆等你。8点钟下班，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加班。走啊，一起出去吃火锅去。你们吃，我有事儿。我先走了。小姐，需要给你加点水吗？不用了。好。于途，我上次说的你都想清楚了吗？如果你一点都不为我们的将来着想，我们不如分手吧。好，我没意见。我能赢1次，我就能赢第2次。一起打个游戏而已，算什么？有必要吗？这么多人追你，你要吃回头草啊？而且于途现在还是在那个研究所，还是赚这点钱，你现在就不介意啦？我现在也不在乎他赚多少钱。博士学历，研究所的工作，起码社会地位不错。还有，意难平，我就是意难平。你工作的地方离市区真够远的。翟亮说你手机经常没信号，果然是这样。你们这是保密措施啊？
手机不能带进实验室吗？你找我什么事？我等了你2个小时，难道几句话把话说完就走啊？你吃晚饭了吗？要不给你点点东西？吃过了。先生，您看一下需要点什么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好。我跟翟亮又做了很久，听说你又回研究所了。对。他其实挺担心你的，说你状态不太好，但又不好多问。是投行那边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没什么问题，我比较适合研究所。人的想法果然是会变的。其实我现在也觉得，你做事专注，的确适合在研究所。昨天我们聚会还在讨论，我还开玩笑说，你的智商确实是应该为科学做奋斗去。以前因为这个还跟你争论，真是太年轻了，总觉得自己才是对的。对了，你怎么会跟乔晶晶一起玩游戏啊？昨天聚会大家还讨论这个，还怪我们没有说乔晶晶是我们高中同学。这我们怎么说呀？一直也跟她不熟，你们还一块喝过酒啊？我想来想去，也不太可能啊。所以等他们一走，就过来跟你证实一下。没想到果然是他。我和他是高中同学，有联系不奇怪。也是。不过他从来没有在班级群里，我还以为他并不喜欢跟以前同学玩呢。说起来，我们班级最成功的应该就是他了吧？反倒我们没什么大出息，出了社会，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啊？还是要靠情商的。他是重点大学毕业的。是吗？念书的时候没怎么关注过，不过我确实挺佩服他的。娱乐圈这么复杂的地方，龙蛇混杂，他能混得这么好，这么红，肯定付出了很多吧？夏晴，我想，我该跟你说声抱歉。当年我答应的太轻率，只考虑到你足够独立，却没有想过自己要付出什么。事实证明，我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幸好你一向聪明，及时止损。这就是你的风度啊！我们很久没联系了，你何必呢？怪不得你要回研究所，毕竟不用再为身外之物担心了。祝你牢牢把握住。
我把你单位地址告诉夏晴了，没关系吧？没关系。主要是，我觉得他这次有点太执着了。他以后应该不会再找我了。狼心如铁呀！昨天忘记提醒你，你没和他们提起晶晶和我们打游戏的事吧？当然不会啊！你之前嘱咐过我，我就当不认识棉花，更不会提他之前打的有多烂。我说，你心里还是……其实棉花这姑娘挺可爱的，活泼又卖萌的，跟小姑娘似的。虽然你们俩是高中同学吧，但是这距离确实有点远。哎，我不是那个说高攀不起那意思啊，我就是觉得咱们俩陪他快打了2个月的游戏，他连招呼都不打，人就不见了。嗨。大明星不好接近呗。游戏里他没再上过吗？我看了之前的记录，一直停留在你们比赛那天，最后2场战绩有点牛啊。他给了我2张门票。让我和你一起去，我没喊你。什么？给我票？票就在书架上。翟亮。是我惹他生气了，他才不出现。你别误会他。